1分钟教会你自己在家做抽屉。我手搓了个旅行台抽屉柜，5种最适合 DIY 的抽屉，一次做了个遍。哪种最简单，哪种最省钱，一个视频全讲透。不要一提到榫卯就想到高端老手，现在木板厂家的数控设备分分钟搞定，我们只需要一把锤子就能把抽屉盒敲好。导轨用阻尼3节轨，先按这里分开，外轨拧到型材上，内轨拧到抽屉最下沿，插进去，榫卯抽屉就做好了，超级简单，结实耐用，就是价格不友好，将近200。那木板抽屉怎么做能便宜？分底抽就是答案。好看的海洋板只做面板20块，盒子用便宜的松木板50块，自工钉拧到一起，省掉了榫卯的加工费，最后装上轨道，总价85，半价就做出了一样的木板抽屉。木头抽屉看腻了，旅行台抽屉颜值拉满，就是安装有点繁琐，用3维连接件把20型材拼成框架，塞入防松槽条，插上长虹亚克力，封上顶端型材，下面放4个层板托，嵌入抽屉底板，装上轨道，完工，总价100出头。不想自己做盒子，周转箱可以直接平替，木板两边装上轨道做底座，周转箱钉上就 OK。也可以3D 打印4个支座，自工钉拧到木板上，把周转箱嵌进去，需要的时候整个端走。虽然不是严丝合缝，但它是真的省，还不到50。那最便宜的抽屉做法是什么？轨道4块，盒子15，19块就能搞定一个抽屉，但是宽度42厘米卡死了。轨道也稍显简陋，拉手太多会掉进去，不过日常收纳完全够用。这是5款抽屉的数据和个人打分，有不同意见的评论区留言。关注阿木，主页还有更多 DIY 干货，里面、中间、外面。旅行材怎么装木板？超简单，就这3种。刚好我这个全都要满墙柜，3种办法都能用到。这柜子不仅能放书、挂电视，还带洞洞板收纳我所有的宝贝工具。前面2块黑板做成谷仓门，下面做上12个大抽屉，家里东西再多也不怕。平时还能客串个卡座歇个脚。上次拼好了框架，今天就用这3种方法装木板，开干。书柜背板都是插型材里面的，直接插进凹槽，上面盖上型材，拧紧就 OK 了。然后就是搭积木了，1层木板，1根型材，背板很快就装好了。侧板是嵌在型材中间安装，装侧板前得先把前面的框架都搭好。终于干完了，插入侧板，对齐，侧面拧上自工钉就好了。我选的侧板与型材一样厚，这样两边看都平齐，简直是强迫症的福音。洞洞板和电视背板也是补件，但和侧板稍有不同，要先装上层板托，再嵌入木板，从背面拧上自工钉，这样即使木板比型材薄很多，正面看也是严丝合缝。最后是层板，全部搭在型材表面安装。小层板直接搭上型材，下面打2个孔，自工钉定个位就行。大一点的用这种层板托支架，更吃劲儿，拧紧螺钉，所有板材就完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阿木，下次带你一起做抽屉。这是一块海洋板，我把它做成了1整墙的洞洞板，设计、打孔、改色、搭框、上墙。今天一个视频讲透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你也能实现洞洞板自由。20粗型材就够用，底部用2040加强承重，上面的框留着装灯箱，用 MACAD 5分钟就能画完。自己打19小时，厂家打10分钟，建议就是花小钱办大事，不要跟自己过不去。木蜡油想涂匀，关键就3点：第一，选对工具，1200目百洁布最适合新手，效果好还易上手。第二，充分打磨，2次上油前分别用400目和1000目砂纸顺着木头纹理充分打磨。第三，快，涂不匀就是因为先涂的已经干了，新涂的重叠起来就会变深，所以要蘸足油一次涂完，先打圈快速铺满，快干时再顺着纹理刷匀，慢了就叫上帮手或者兑点水。全用打孔连接，既牢固又便宜，只需要1把电钻和1个打孔辅助器，装上辅助器，对好位置，用阶梯钻头稍用力，1个沉头孔就钻好了。内侧端面公丝上点油，换上丝锥往里推就行。最后用螺丝把2根型材拧在一起，所有连接处都来一遍，框架就成了。上墙用膨胀螺丝先在墙面打孔，然后型材拧上层板托，把型材靠墙。20型材与12毫米板材有8毫米间隙，用电圈垫起来。膨胀螺丝穿过电圈与洞洞板，搬到墙上，螺丝敲进去，拧紧螺丝，盖上装饰盖，完工。有任何问题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一一解答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技巧。
都说柜子再多不如抽屉一个，全屋定制一个抽屉要300-400，还都是颗粒版。我自己 DIY 的这个能放书，带洞洞版，还有黑板谷仓门的大柜子，需要12个大抽屉，我全用海洋板自己做，还能省钱一大半。只要一把锤子和一个电钻就能轻松拿捏。今天一个视频带你实现抽屉自由。设计不复杂，抽屉盒子左右各留1.25厘米，这是留给轨道的间隙。抽屉面板四周留出2到3毫米，既美观还不干涉。然后尺寸发过去，厂家直接帮忙拆解成板材。这一步超解压，厂家直接切好榫卯，咱们只管插接就行。锤子哐哐敲几下，松动的地方就抹点白乳胶，抽屉盒子立马严丝合缝。先按这里分开导轨，内轨前面留出30毫米行材的距离，放上内轨，拧上盒子，外轨放入船型螺母，拧进行材，拧紧，外轨就装好了。外轨和行材一起滑进去。现在量一下内轨中间到底部的位置，加上3毫米间隙就是抽屉外轨的距离，拧紧固定，轨道就装好了。边量边干太麻烦，所以我斥巨资10块3D 打印了这些辅具，不用尺子，内轨也能手到擒来。分分钟外轨位置也定好，最后把光轴支撑座拧进面板，套入光轴，拧紧，这个成本不到10块的把手就装好了，终于可以把抽屉都插进去了。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1分钟教会你自己在家做抽屉。我手搓了个旅行台抽屉柜，5种最适合 DIY 的抽屉，一次做了个遍。哪种最简单，哪种最省钱，一个视频全讲透。不要一提到榫卯就想到高端老手，现在木板厂家的数控设备分分钟搞定，我们只需要一把锤子就能把抽屉盒敲好。导轨用阻尼3节轨，先按这里分开，外轨拧到行材上，内轨拧到抽屉最下沿，插进去，榫卯抽屉就做好了，超级简单，结实耐用，就是价格不友好，将近200。那木板抽屉怎么做能便宜？分底抽就是答案。好看的海洋板只做面板20块，盒子用便宜的松木板50块，自工钉拧到一起，省掉了榫卯的加工费。最后装上轨道，总价85，半价就做出了一样的木板抽屉。木头抽屉看腻了，旅行台抽屉颜值拉满，就是安装有点繁琐，用3维连接件把20型材拼成框架，塞入防松槽条，插上长虹亚克力，封上顶端型台，下面放4个层板托，嵌入抽屉底板，装上轨道，完工，总价100出头。不想自己做盒子，周转箱可以直接平替，木板两边装上轨道做底座，周转箱钉上就 OK。也可以3D 打印4个支座，自工钉拧到木板上，把周转箱嵌进去，需要的时候整个端走。虽然不是严丝合缝，但它是真的省，还不到50。那最便宜的抽屉做法是什么？轨道4块，盒子15，19块就能搞定一个抽屉，但是宽度42厘米卡死了。轨道也稍显简陋，把手太多会掉进去，不过日常收纳完全够用。这是5款抽屉的数据和个人打分，有不同意见的评论区留言。关注阿木，主页还有更多 DIY 干货。我用旅行台给自己做了一张能升降的白板桌，1.6米乘85的超宽桌面，高度随心调，角度任意选，凸写丝滑，边角圆润，翻起阅读灯，磁吸实木挡条。无论办公还是带娃，都是我书房的理想 C 位。今天3步拆解 DIY 全过程。干货管饱发车。升降的核心就是这根升降杆，内部有2个散齿轮，把电机横向转动变为纵向，驱动丝杆，顶起100斤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打造一副坚固的骨架。6262国标套进4040欧标双陶铝型材，严丝合缝，丝滑伸缩。将升降杆下端固定到4040上，上端固定到6262上，再用巨结实的压铸角码接上2080大脚掌，最后再加根横向型材，拧紧，一套稳如磐石的升降机构就做好了。让桌面乖乖听话翻转悬停，靠的就是翻板铰链和可控气弹簧。悬停原理很简单，这里有一个气阀，按下开关，气阀打开，自由调节，松开开关，气阀锁死，牢牢固定。接下来打造2个旅行材框架，下方框架固定到桌腿上，上方框架承载桌面，用翻板铰链连起来，再装上气弹簧，翻转机构就大功告成了。桌面是12毫米海洋板，用平面角码和自工钉固定，贴上擦血万次也不花的珐琅板，但是边角有点锋利，用白乳胶贴上曲木条做边框，
精心打磨出圆润的弧度，从此告别各手烦恼。至此，这张可升可降、能翻能转的高颜值大书桌就完工了。关注阿木，下期带你用旅行台打造零甲醛的嵌入式全金属衣柜。DIY 工具大盘点，300块就开工。我自己 DIY 搞定了工作室、楼道、卧室。有粉丝说看我这一墙工具直接劝退，别慌，旅行台 DIY 的门槛就这么高。今天带你盘点5大核心工具，最好用的我放在最后压轴。全能王牌手电钻、公丝、钻孔、预紧螺栓、拧刺工钉、红型材、盗木板，再到墙面，没它搞定，价格从20到5000都有，新手就入手了200块国产的，完全够用。入场专家手锯 DIY 难免算错尺寸，只要备齐这2把救场专家，心里永远不慌。这把锯金属，铝制软，1分钟就搞定；这把锯木头，切边裁角，灵活安全。2把加起来是50，让你告别尺寸焦虑。细节魔法师锉刀，型材切口有毛刺，连接件卡不上。一把锉刀专治各种不符，锯口刮2下，光滑又平整；连接件磨一磨，严丝又合缝，不用专用工具也能磨出圆润手感。这细节神器20块就能拥有。美颜神器打磨器，嫌海洋版颜色太素，想改个色。美颜第一步，磨皮是关键，手动打磨器，铺上砂纸，两边一夹，效率翻倍，轻松磨出细腻质感。9块9包邮，便宜的像白给。压轴的来了，松动终结者6角扳手。有人问，有电动的为啥还要用手动扳手？这是电动螺丝刀，6角扳手的力矩可以达到它的10倍。这是电钻，6角扳手的力矩可以达到它的2倍。总有朋友担心旅行材连接会松动，只要用它用力锁紧，用上10年没问题。灵活轻便，20-30的就够用。齐活300预算，你的 DIY 之路就此开启。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干货等着你。我用1000块打造出一张网上卖2600的超实用2.4米海洋版大桌，性价比拉满。最近被旅行材海洋版种草，工作室刚好缺少一张大桌，上网一查居然要2600，于是决定自己来。研究了下结构，发现用不了多少材料，1000块就能搞定，难度也不大。在网上买齐做桌子的全部材料，海洋版我选用21毫米俄罗斯进口海洋版，所有材料一共用了970块。这是制作所需的全部工具，详细的材料工具清单我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点赞收藏，按需取用。做这张桌子总共就3步，第一步搭旅行材框架，型材的连接用到了角马和内置角槽，看不见的地方我用角马连接，既便宜又牢固。露出来的桌腿部分用内置角槽，从外部看完全隐形。桌板与框架的连接用这种平面角马，所有连接件都需要预先拧上船形螺母。接下来就是拼乐高环节了。桌面支撑部分我用了4040的型材，桌腿我选了40120，瞧瞧这粗壮的大腿。拼好之后就可以无脑拧螺丝了，大伙要耐得住寂寞。第2步就是处理桌面，强烈建议朋友们花60块让厂家来处理，但想追求完美的质感，还得自己。我先用400目砂纸进行打磨，然后均匀的刷上2面清漆，最后再用1000目的砂纸进行精细打磨。这一通操作下来，相当于给桌面穿上了丝袜，这触感真是一模一个不吱声。Nice。最后一步就是旅行材框架与桌面的连接，用的是这种刺工钉，长度一定要小于你桌面的厚度。海洋版质地很硬，很难拧。建议大家像我一样，先打一个小孔，就会简单很多。一共是13个螺钉。大功告成，一起看看成品。还不错吧？你还想做点什么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是易善工坊阿木，一起动手，让生活因你而善。桌腿、桌面、洞洞板、护眼灯、收纳盒全部分开买，再用万能的旅行材把它们拼到一起，就做出了一张功能超强的实木升降桌，而且价格还不到成品的一半。不仅能电动升降，收纳力也拉满，各种工具、摆件、小零碎全有地方放。上面1.2米超大护眼灯，把整个桌面都照亮，扩展性也超强。机械臂、自制机箱、笔线盒，想装什么装什么。布置清单在视频最后，再轻松操作页。桌腿用单电机的就够用，1.6米带3个记忆档位的才不到300，按说明书组装就行，没难度。桌面就搜新西兰松木板，
纯实木没讲全，还专门让厂家切了个大斜边玩手机。用电脑简直不要太舒服，连工带料200多，4颗 M5自攻钉是能搞定。注意松木软，电钻力矩要调到最小。再按图纸买些旅行材，边角放上3通，拧紧就行。其他位置内置角槽连接，滑进槽口，插入另一根行材，拧紧顶丝，架子与桌面用 L 型角马连，环形螺母固定，拧上自攻钉，框架搞定。架子背面切入洞洞板，让厂家开好 U 型孔，拧上船形螺母。再放上6个层板托，搭上松木隔板，拧紧，置物架完工。照明就搜教室灯，用着放心，1.2米的才80，直接平替上千块的大路灯。行材上打2个沉头孔，插入螺栓，拧上2个螺母，灯上的铁片插到螺母中间，拧紧。护眼灯 OK。接下来装抽屉，再按图纸搭个小架子，抽屉外轨拧到架子上，内轨拧上松木板，插进去，放上周转箱。自攻钉拧透，4个角装上 L 型角马，整个拧到桌子下面。抽屉搞定，桌面东西太多忍不了，下面粘上无线充模块，手机一放就充电。行材装上机械臂，拧上显示器，电脑机箱也省掉，洞洞板上直接挂主板，罩上亚克力，桌面只留鼠标和键盘，这才是真电脑桌。图纸清单分享给大家，关注阿木，主页解锁更多 DIY 干货教程。1分钟教会你自己在家做抽屉。我手做了个旅行台抽屉柜，5种最适合 DIY 的抽屉，一次做了个遍。哪种最简单，哪种最省钱，一个视频全讲透。不要一提到榫卯就想到高端老手，现在木板厂家的数控设备分分钟搞定，我们只需要一把锤子就能把抽屉盒敲好。导轨用阻尼3节轨，先按这里分开，外轨拧到行材上，内轨拧到抽屉最下沿，插进去。榫卯抽屉就做好了，超级简单，结实耐用，就是价格不友好，将近200。那木板抽屉怎么做能便宜？分底抽就是答案。好看的海洋板只做面板20块，盒子用便宜的松木板50块，自攻钉拧到一起，省掉了榫卯的加工费。最后装上轨道，总价85，半价就做出了一样的木板抽屉。木头抽屉看腻了，旅行材抽屉颜值拉满，就是安装有点繁琐，用3维连接件把20行材拼成框架，塞入防松槽条，插上长虹亚克力，封上顶端行材，下面放4个层板托，嵌入抽屉底板，装上轨道，完工，总价100出头。不想自己做盒子，周转箱可以直接平替，木板两边装上轨道做底座，周转箱钉上就 OK。也可以3D 打印4个支座，自攻钉拧到木板上，把周转箱嵌进去，需要的时候整个端走。虽然不是严丝合缝，但它是真的省，还不到50。那最便宜的抽屉做法是什么？轨道4块，盒子15、16块就能搞定一个抽屉，但是宽度42厘米卡死了。轨道也稍显简陋，拉手太多会掉进去，不过日常收纳完全够用。这是5款抽屉的数据和个人打分，有不同意见的评论区留言。关注阿木，主页还有更多 DIY 干货。我 DIY 了个摩托躺椅，朋友买了辆新摩托，让我羡慕的不行，于是淘来摩托悬挂，再配上旅行材，做了个摩托躺椅，外观霸气，坐感 Q 弹，还能自由拓展。今天保姆级教程，带你3步抄作业。图纸清单在最后，记得截图保存。用 MACAD 画图，120度靠背直接躺平，承重全是3角结构，这样一半连接都不是直角，全靠斜角角码精准适配。行材到货，分类摆好，偏拼底座、坐凳和靠背，全角码连接，先预装船形螺母，插入行材，螺母旋转90度卡住，继续拧就固定了。用这些零件连接靠背和坐凳，先连直角，再拧2个斜角，坐凳和靠背就拼好了。底座连接靠的是活动角码，先拆开，分别连接靠背和底座，再拼起来，插入螺栓和套管，拧紧就 OK 了。用 U 型支架装摩托悬挂，先固定2个 U 型支架，插入悬挂，拧紧固定，先用任意角度连接件搞定把手接缝，在行材上放入弹片螺母，用螺栓拧紧把手，整个框架完工。黑虎桃木搓出圆角，打磨光滑，刷水性漆，自攻钉拧透行材，把手搞定，再做个 X 型同款脚踏，装上端盖，拧上地脚，最后放上坐垫，打工告成。图纸清单在这里，赶紧截图。
关注阿木，更多 DIY 好物等着你。这是一卷塑料，加热就会融化，冷却又重新凝固。如果有支能加热的笔，咱就能画出立体图形。要是有个机器能替代我的手，画得又快又稳，不就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形状了？恭喜咱们发明了 3D 打印机！你还以为 3D 打印是什么高科技？其实超简单，不用什么建模，只要会用手机就能打。今天手把手从零教会你。自从会了 3D 打印，我真是为所欲为。给媳妇儿打了个洗菜盆，冲水它能自己洗，还有个花盆，跟丝绸一样。给孩子打了对笔筒，耐克牌的。玩具我也全包了，给我自己打了双鞋，穿出去不要太拉风。还有这些旅行材连接件，成本才几分，省下一大笔私房钱。如果你是手办爱好者，那你更是赶上好时候了。话不多说，开始。这就是打印机了，这是画笔，一边加热一边画。这是画板，这个叫特氟龙管，把它连上。塑料就是通过它送到打印机的，这些就是塑料耗材了，五颜六色的，放进料仓，插进去，自动就吸入了。我用的这台可以同时放4卷，自动换色贼方便，准备工作搞定。不会 3D 建模完全不慌，大品牌都有自己的模型库。我这台是创想3维 Sparks i7， 直接下个创想云，几十万个模型，看好哪个直接打。第一次需要扫码绑定，以后就能一键打印了。还有像 Thingiverse 这种开源模型网站，上百万个免费模型，绝对挑到你花眼。如果你愿意花半小时学个像 Tinkercad 这种无脑 3D 画图软件，那你真就无敌了。记得存成 STL 格式，通过电脑上传到打印机，开始打印。打印时间从几十分钟到10几小时不等。很多人烦打印机的噪音和震动，但我这台静音就很到位。还有睡眠模式，自动关灯不闹人，打开指示灯，打印状态一目了然，氛围感也拉满。还能用创想云远程监控，时间到，把打印的宝贝铲下来，这些是支撑，掰下来就行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阿木，解锁更多 DIY 干货。